大家好，今天介紹的外掛名字叫做 Wonderbox， 它是可以美化筆記的內容，還有可以達到重點提示的外掛。它的功能類似 Callouts 這個語法，它的語法相對於 Callouts 有簡單的一點點。目前 Wonderbox 只有在閱讀模式才能夠正常顯示，有幾個例外，也就是當我們在閱讀模式的時候，如果你的 Wonderbox 是放在程式碼區塊裡面的話，它依然會渲染。還有在預覽模式下面，如果 Wonderbox 是放在 Callouts 區塊裡面的话，它也一樣会顯示。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範例，下面這個範例就是在 Callouts 裡面放了 Wonderbox， 這個就是實際的筆記的內容，在最外面是 Callouts， 在裡面再放上 Wonderbox 的內容，預覽模式一樣會做渲染的操作。Wonderbox 的語法是很類似 Pandoc 裡面的 Fenster Diffs 這一個擴充那它基本上就是用3個冒號開頭，3個冒號結尾，所有的 Wonderbox 的內容要放在3個冒號的裡面。跟 Pandoc 不同的是，它後面屬性的寫法 ，Pandoc 的寫法是比較複雜的，它必須要在大括號裡面，然後用點 callout 的方法來撰寫。但是 Wonderbox 呢就簡單很多，只要在開頭的3個冒號後面寫上了要顯示的格式，那這個格式有很多個，後面再用中括號把要顯示的標題夾在裡面，在3個冒號的下面寫上你要的內容，最後再用3個冒號結尾，這樣子就可以形成 Wonderbox 的顯示區塊了。它的顯示的格式有下面這幾個，有 tip、info、note、warning、danger、success、error、critical、debug、update、question、announcement、progress、highlight， 有這幾個。這個不同的显示格式，它設定的背景的顏色也會不一樣。下面實際的看一下範例。這個範例其實很簡單，首先的這個顯示格式是使用 highlight， 那它要出現的標題呢是這個 quick tip， 然後接着就是裡面的內容，最後再用3個冒號結尾，這樣子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Wonderbox 的區塊，它顯示出來的樣式就是像下面這個樣子。Wonderbox 會在最右邊顯示了複製跟刪除的按鈕，如果點擊了這個複製以後，它就會把內容複製到系統剪貼簿裡面，如果點擊了這個刪除，它就會把 Wonderbox 裡面的內容清除掉。可以說它其實它的語法是非常簡單，但是目前它還是在渲染上面有一點小問題下面我們再看第二個範例，它是使用了 debug 的顯示格式，然後在這個裡面在 prompt 的外面用了2個星號把它變成粗體，然後接着後面就是一個數學的公式。可以看到在預覽模式下面這個數學的公式並沒有正常的顯示出來，但是如果切換到了閱讀模式，就可以看到這個數學公式有正常的顯示出来，但是它也造成了一個問題它這個複製的按鈕呢變成了數學公式，這個是它目前系統的一個小 bug。因為我已經有反映了這個狀況，作者應該有在處理。為了要簡化輸入的一個程序因此我使用了 template 的腳本，再加上快捷鍵，就設定了一個熱鍵來快速的選擇要使用的 Wonderbox 的不同的顯示格式。這個腳本呢很簡單，只要產生一個cmd-wonderbox.md 這個檔案要放在 template 這個外掛它能夠操作的資料夾裡面，然後接着就是在這個裡面用小於開頭，然後百分號星號。請注意，因為為了顯示的關係，這邊是用的是全形的小於，實際上它應該是半形的小於才對。這個裡面就定義了一個物件，然後後面再使用 tp.system.suggestor 來顯示出選用的選單，然後最後再把選用的選單輸出到螢幕上。這個腳本其實是非常簡單，跟我們先前在講 callouts 的時候使用的那個腳本是類似。接着再使用 template 的 hotkey 設定一個熱鍵，也就是在 template 的選項裡面找到 template hotkey， 新增一個新的 hotkey， 接着找到 cmd-wonderbox.md， 這樣子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命令了。接着再到快捷鍵的設定檔裡面找到 insert cmd-wonderbox.md 項目，接着按加號自定一個熱鍵，這樣子就可以了。在這個地方我是設定成了 Alt 加 W。我們來實際操作一下，首先要確定是在預覽狀態，先進入預覽狀態。在預覽狀態裡面點擊了 Alt W， 它就會彈出這個選單，接着就可以選擇要使用的顯示格式。假設我要顯示這個 highlight， 那接着再輸入你要的內容。這個內容其實是會先從系統剪貼簿裡面把它取出來，因此系統剪貼簿如果有內容的話，它就會先貼入這個地方，接着再點擊 Submit， 它就會把這個你輸入的內容呢產生成你需要的格式了。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到時候 Wonderbox 會出現的樣式我們進入閱讀模式看一下，它就是顯示出 Wonderbox 的外觀了。
第4部分就是如果各位有在使用 Pandoc 的話，在這邊呢就是從 Obsidian 的論壇裡面找到的如何把 Obsidian 的語法轉換成 Pandoc 的 Fenster diffs 的格式，也就是可以把這個 Obsidian 的 callouts 的語法轉換成 Pandoc 的語法，基本上就是在 Pandoc 的後面加上 -lua -filter， 然後指定好一個 lua 的檔案給它。那這個 lua 的程式呢，就是放在這個地方。那我們只要這樣子設定好以後，就可以直接把 Obsidian 的這一個 callout 的語法轉換成 Pandoc 的語法了。額外提供這個資訊給大家。以上就是 Wonderbox 這一個可以美化筆記的外掛的相關的說明。如果各位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平常操作筆記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謝謝各位。